每日更新最新短剧，感谢订阅。明明是一个青春靓丽的小姑娘，却有一个年过80岁的亲生闺女。Happy birthday, Mama. Thank you, darling. 是的，这个女孩已经107岁了。当她的女儿都已白发苍苍时，她却仍旧保持着20多岁时的花容月貌。时间拉回到80年前，黛拉原本也与其他的女孩一样，拥有过一个平凡且幸福的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原本以为幸福会一直延续下去，可直到5年后的一天，丈夫却因一次工作中的意外，永远地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了孤苦伶仃的母女俩相依为命。而就在她的丈夫离世不久后，黛拉开车途经一条陡峭的山路时，天空竟意外地飘起了雪花。随后，她的车辆突然莫名地开始颠簸起来，即便她已努力地控制了方向盘，可车辆仍旧不受控制地撞向了路边的围栏，随即连人带车掉入了冰冷的河水里。水流顿时侵蚀着珍妮的每一寸肌肤，四周的水压也无情地将她包裹起来，使她的呼吸变得异常的艰难，而她的心脏也逐渐停止了跳动。原本以为生命会就此交代在了这里，可就在这时，天空突然开始电闪雷鸣，随即一道刺目的闪电正好击中了黛拉的车子，而这一股高达6万安培的电流竟意外地为黛拉的心脏除了颤，神奇般的使她恢复了心跳和呼吸。然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黛拉从此便对时间产生了免疫，她拥有了人人都望尘莫及的不老神力。可随着时间日复一日的悄然流逝，这不老容颜却严重影响到了珍妮的日常生活。当她驱车出门时，便遇到了交警的例行检查。 It says here you were born January 1st, 1908. That's right. That would make you 45 years old. Yes. When you come by the station house to pick it up, please bring your birth certificate. Is tomorrow morning all right? Sure. 当她与看起一般大的闺女出门逛街时，又引起了熟人投来的诧异目光。 You look like sisters. You better stop, it'll go straight to my 而 head. 关于询问保养的秘籍时，她只好借口都是早睡早起的功劳，女儿为有年轻的母亲而感到开心。可黛拉却因此而十分的苦恼，而她的担心也并非毫无道理。很快，在一个寂静的雨夜，她突然被2名陌生的男子尾随，原来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想要从她的身上研究出永葆青春的秘诀，并且他们不顾黛拉的反对，随即强行地将她带上了车子。此刻的黛拉如坐针毡，一股对未知的恐惧与不安在心头萦绕。随后，他们在一架私人飞机前停了下来，趁2人下车商量出行事宜时，黛拉急忙在车内寻找起逃走的方法，可车门与车窗都已被锁死。于是她打起了后备箱的主意，还好功夫不负有心人，后备箱终于被她打开了，也成功的逃了出来。于是她开始拼命的狂奔，逃亡的步伐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仿佛只要迟1秒，她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小白鼠。回家后，她迅速地收拾好了行李，接着找到了自己的闺女，随即眼含热泪地与之告别，并将自己的结婚戒指送给了女儿。从此以后，黛拉开启了居无定所、颠沛流离的生活。每隔10年，她都必须要变更自己的姓名、年龄和住址，以防被研究院的人所发现，并且绝不告诉任何人关于自己的秘密。可这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孤独与寂寞。在这过去的40年里，她不敢再交朋友，亦不敢与女儿有过多的联系。陪伴她最多的只有一只又一只的小狗。直到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黛拉遇到了生命中的知己。她的车子不幸出现了故障，正巧遇到一个男孩前来帮忙。当黛拉取下头巾的那一刻，那清新脱俗的美丽容颜顿时令威廉一见倾心，心跳也不由得加快。 It won't work. All right, all it needs is a push start. Just lose the brake, I'll give you a push. Okay. 而在威廉的帮助下，黛拉也终于成功地启动了车子。就在威廉惋惜2人的第一次邂逅会就此结束时，没想到黛拉竟再次掉头回来，于是2人就这样认识了。他们在车上侃侃而谈，仿佛有说不完的话语。后来他们会经常一起相约探险，可黛拉的手却不慎挂到了树枝，幸而有威廉的帮助，才得以缝合了伤口，但也因此留下了一道无法抹去的伤疤。而原本不喜欢拍照的黛拉，但在威廉的软磨硬泡下，还是留下了2人唯一的一张照片。随后他们在夕阳的余晖下互诉爱意，2颗心灵在这美好且静谧的时刻中渐渐地向彼此靠近。不久后，威廉悄悄买好了戒指，打算向黛拉求婚。可当黛拉远远地看到那枚戒指时，她迟疑了。她无法坦然面对终将离别的事实，更不愿因为自己而连累到威廉。就这样，黛拉悄无声息地不告而别了。而这次的离别也成了威廉永远无法放下的心结。他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却依旧在无数个日日夜夜中难以释怀。此时的威廉已在天文学界颇有成就，因为他发现了一颗即将经过地球的彗星，并为它起名为黛拉。每当妻子询问黛拉名字的由来时，他只好借口说是为了纪念去世的祖母。而另一边，一名白发苍苍的妇人走进餐厅，黛拉却随即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而此时的黛拉已更名为珍妮，但容貌却依旧与40年前的黛拉无异。可她的女儿却已然白发苍苍。当女儿告诉珍妮自己即将搬到养老院居住时，一股莫名的悲伤顿时涌上了心头。
而在新年的前一夜，珍妮受邀参加了一次晚会，她突然发现墙上竟挂着自己几十年前的照片，可他们不是老了，就是已然离开了人世，好像只有自己与这个世界是那么的格格不入。她觉得自己无比的孤独。而当她与同事正聊天时，一位男士上前搭讪，珍妮竟准确地说出了男人的信息，包括他戴着的那块古老的手表。男人顿时感到十分震惊，毕竟想要了解这一切，得有相当丰富的阅历才行。可眼前的珍妮不过是一个小女孩而已。而就在这时，人群中一个高大威猛的男人突然看向珍妮，两人的目光在此刻不经意间交汇，原本互不认识的两人，却在这一刹那的交错间，仿佛碰撞出了无形的火花。这是珍妮40年来第一次体会到了心动的感觉。然而就在下一秒，一名女人的出现，瞬间将珍妮的心从幻想中抽离出来，她顿时觉得自己不配拥有幸福。随后珍妮打算独自离开这里，然而就在她乘坐电梯时，没想到男人竟意外地追了过来。随后男人用风趣幽默的谈吐逗得珍妮开心不已，于是俩人第一次见面便已互相产生了好感。看着追自己出来的爱丽丝，珍妮提醒她不该将女友独自留在晚会上，这让爱丽丝突然笑了起来，并解释道 And she's not my date. 珍妮虽已动心，却没有将其表现出来，或许她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下一份感情的到来。随后她不顾爱丽丝的挽留，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出租车。How do we get in touch? Happy New Year, Alice. 原本以为两人会就这样错过，可没想到的是，爱丽丝竟找到了珍妮工作的图书馆。她以自己的名义为图书馆捐赠了一批珍贵的书籍，但她有唯一一个条件，那就是珍妮需要答应她出门约会一次。为了不让馆长失望，于是珍妮答应了爱丽丝的邀约。第二天，爱丽丝带珍妮来到了一处古物遗迹的发掘现场。而让珍妮没想到的是，见识广阔的她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发现了一处深埋地下的古船遗迹，这顿时让珍妮感到震惊不已，使她忍不住地上前触摸。而听着爱丽丝的介绍时，她也不由得感叹起古人工艺制作的博大精深。回去的路上，两人都意犹未尽。为了博得女孩开心，爱丽丝使出浑身解数，用极其搞笑的语言天赋，再加上无比夸张的肢体配合，成功地将女孩逗得开怀大笑。Ye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lady has been conquered. 于是，爱丽丝趁着珍妮还沉浸在喜悦中时，趁机提出了共进晚餐的请求。Fine. 很快便到了晚上，珍妮如约而至，爱丽丝亲手准备了丰盛的美味佳肴，而珍妮也被爱丽丝的厨艺所震惊。他们听着美妙的音乐，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侃侃而谈。随后，爱丽丝说起自己的父母，母亲是英格兰人，美丽且坚强，而父亲则热衷于天文事业的研究，并且发现了一颗极不寻常的彗星。因为根据他的计算，这颗彗星将会在1981年时经过地球。Did it? No. No. It did not. But that didn't stop us from looking for it every year. My dad is still looking. 而面对浑身都散发着魅力的爱丽丝，珍妮尘封已久的心再次动摇了起来。吃过晚餐后，两人并肩而坐，欣赏起美妙的舞蹈。而在昏暗的灯光衬托下，两人间的气氛开始变得微妙起来。珍妮献上了40年来的第一个吻，就这样，两人彻底地坠入了爱河。可让珍妮始料未及的是，回到家后，她却发现自己的狗狗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狗狗短暂的一生即将终止，这是珍妮最不愿见到的。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或动物都在一个接着一个的离开，这种感觉既绝望又无力。它不仅仅是情感上的缺失，更是生活轨迹中的一次次重塑。而每个离去的背影，都像是在她的心头刻上了一道伤痕，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疤痕只会愈发的增多。她不想再经历这样的痛苦离别，于是珍妮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当爱丽丝手捧鲜花找到她时，她主动地提出了分手。This isn't going to work. I'm moving. 并不顾爱丽丝的挽留，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徒留爱丽丝一人愣在原地。她不知道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分手后的珍妮终日郁郁寡欢，女儿发现了珍妮的异常。当女儿得知珍妮因自身的原因而分手时，女儿鼓励她，以前怀疑你身份的人都已离世，目前也不会再有人想要抓她了，完全不需要孤独地过这无比漫长的生活。It's been such a long time. It's not the same when there's no futu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got nothing but future. Growing old together. If I had your looks and your energy, I'd fall in love tomorrow. 于是，在女儿的鼓励下，他主动地约了爱丽丝出来。他们来到一处废旧的汽车工厂，他要带爱丽丝见识一个别样的美景。当珍妮拉下一旁的铡刀时，一幅绝美的星空顿时展现出来，仿佛一幕优美的画卷，使爱丽丝惊喜不已。随即，珍妮扯开一块破旧的帆布，映入眼帘的是一辆年代久远的敞篷跑车。两人齐肩而坐，相谈甚欢。而在这无比浪漫的氛围下，仿佛外界的喧嚣已悄然褪去，只留下两颗跳动的心，渐渐地向彼此靠近。
第二天，爱丽丝邀请了珍妮回家见父母。珍妮没有丝毫的紧张，反而在马路上尽情地展示自己的高超的车技，吓得爱丽丝尖叫不已。而另一边的爱丽丝父母以浓重的精心准备了一番，希望可以给未来的儿媳留下一个好的印象。不一会儿，两人便来到了爱丽丝的家里，母亲开心地上前迎接。简单的做完自我介绍后，父亲也缓慢地从屋内走出来。Dad, this is... 老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没想到儿子的女友居然跟自己的初恋长得一模一样。Jenny, actually. 威廉的脑海顿时一片空白，直到一旁的女儿提醒 Dad, you okay? 他才从恍惚中回过神来，随即不好意思地上前解释道 You look exactly like this old friend of mine, Adeline Bowman. That's my mother. Did you know her? Yeah. How's she doing? She passed away. 得知初恋的离世，威廉的心顿时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悲痛，呼吸也开始变得沉重，仿佛自己的心也跟着初恋离去了。爱丽丝发现了气氛的不对劲，于是带着珍妮回到了房间。等到人群散去后，威廉的心依旧无法平静下来，过往的一切顿时在脑海闪现，那一幕幕回忆仿佛还在昨天。而黛拉当年的不告而别，也一直是威廉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即便已经过了40年，可他仍旧想要一个答案，但却似乎再也没有可能了。这一晚，威廉彻夜难眠，而黛拉亦是如此。第二天早上，妻子问起威廉关于黛拉的事情，因为他从不曾听到威廉提起过，于是他说起了两人是为何相识，却未曾提起两人曾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但只要讲起关于黛拉的事情，即便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也依旧会让威廉不由得面露笑意。可威廉不知道的是，珍妮正是当年的黛拉。这次谈话后，珍妮的心中涌起了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与歉意。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不告而别，竟会以这样尴尬的方式再次相遇。后来，他们玩起了家庭小游戏，但原本从未输过的威廉，今日却意外地输给了珍妮。We used to have this family joke. What would happen first? Dad loses in Trivial Pursuit, or Della finally appears. Della. One that my dad discovered. He named it Della C 1981. 听到了这里，珍妮的内心顿时涌起了一股沉重的自责，仿佛自己的心被一块巨石狠狠压住，让她顿时感到难以呼吸。这天晚上，珍妮来到门外散心，正好碰到威廉也在这里。于是珍妮试图地问起为何用自己母亲的名字为星球命名时 In other words, like your mother. A near miss. What does that mean? I was gonna propose to her. She stood me up. Near miss. William. She loved you too. 这天早上，威廉发现珍妮头上有一只虫子，于是想要伸手帮她取下来，可他却无意间瞥见珍妮手上的一条伤疤，他顿时不敢置信，因为他清楚地记得黛拉也曾有一条一模一样的伤疤，并且是自己亲手缝合的。于是他飞快地朝着仓库跑去，在一番寻找之下，威廉找到了与黛拉唯一的合照，果然没有记错，他们受伤的位置几乎同出一辙。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他急忙驱车追上了珍妮，而珍妮似乎也意识到了什么。I know who you are, Adeline. What? The same scar. I stitched it myself. 威廉希望珍妮告诉自己当初为何不告而别。面对被自己伤害过的威廉，泪水无法抑制地在眼眶打转，他再也无法隐瞒，于是说出了自己所有的秘密。威廉深埋40年的心结终于在此刻得以解开，但他并没有责怪黛拉，只希望她和爱丽丝好好的在一起。可珍妮依旧想要逃离，随即毅然地转身离去，丝毫不顾威廉的挽留，如同40年前一样。回到家后，他迅速给爱丽丝留下了一张离别的纸条，然后驾车离开了这里。很快，爱丽丝便发现了珍妮离开的事实，于是急忙找到父亲询问原因，可父亲也不知道该如何解释。Son, listen to me. Do you love her? How do you know? Because nothing makes sense without her. 随后，父亲将车钥匙递给了爱丽丝，或许他也不希望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而另一边的珍妮，泪水早已浸湿了整个眼眶，回想自己的一生，因为这不老容颜，她这一生似乎都在不断的逃跑。
她尝够了无尽孤独的滋味，也好像从来不曾真正为自己而活过。于是在经过一番思想搏斗之下，黛拉决定勇敢一次。于是她打算掉头返回，可却不慎出了车祸，连人带车掉到了山坡之下。此时奇迹却再次发生了，天空在不合时宜的季节再次飘起了雪花，而珍妮已然失去了意识，就连身体的温度也在缓慢下降。等到爱丽丝赶来查看时，珍妮已没有了心跳。爱丽丝焦急恐慌地做起了心肺复苏，可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幸而医生及时赶来，并利用电击的方法为心脏除颤，珍妮终于恢复了心跳。而经过这次生死离别，珍妮将所有的秘密全盘托出。爱丽丝很心疼珍妮经历过的这一切，直到此刻，2颗心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在一起了。随后女儿焦急地赶来医院看望母亲。 Okay, hey, this is Alice. Hello, I'm telling you about. Oh, wow. Nice to meet you. I'm Jenny's grandmother. He knows. 得知母亲已放下心结，并不再逃避，女儿发自内心的为母亲感到开心。后来，他们组建了一个温馨的小家，还收养了一条可爱的小狗。而当她来到镜子前整理仪容时，珍妮才惊喜地发现自己竟长了一根白头发。她终于可以过上梦寐以求的普通生活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珍妮获得了永葆青春的能力。或许刚开始会感到开心，但随着亲人一个个的离去，随之而来的便是无尽的空虚与寂寞。或许那一份最纯粹、最简单的幸福，已然藏在了我们平凡生活的点滴里。